You're so funny 我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我。 Yes, you're so bad. Oh my God, you're so funny. 木子，我们。 木子，如果你的离开和辞职是因为我和洛天的关系的话，我今天当着 Mr. 的面，我再重新说明一次，我和洛天的交往是再正常普通不过，我们是坐在一起聊天而已。难道你还想让我等到你们躺在一起聊天啊？两个都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听了半天，我是听明白了，原来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跟 Beauty 是完全无关的。我想告诉你们，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，我一概不感兴趣。一个男人，两个女人，最混蛋、最不靠谱的，就是那个像缩头乌龟一样的男人。木子啊，一本杂志，他今天能办到这种程度，他倾注了你所有的青春。你要走，你要去别处工作，你这不是跟我赌气，你是什么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可以继续放你的长假，让你去疗伤。我不同意你去那个杂志，当什么执行主编。对不起 ，Miss Dunn，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Joanne， 我把 Beauty 让给你做了，希望你好好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 Beauty 做得更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Beauty 不是天生好卖的，是因为有我。就像洛天今天能够得到你的注意力，也是因为有我。Beauty 是我一手做起来的，那么我也知道我怎么会把 Queen 从零开始做到销量第一。别在我面前提 Queen， 我告诉你，这才是一个自大轻狂的名字。他能跟我们的 Beauty 比 ？Beauty 永远是那么迷人，她永远是那么的优雅。不过 Beauty 取悦他人，所以其实容易随波逐流。但是 Queen 不一样 ，Queen 取悦自己，充满个性。我其实蛮有信心的。哎，夏冰，你来了。Miss Dunn， 主编，你休假回来啦？啊，你们有事，那你们先谈。先走了。夏冰，进来吧，我们等着你呢。小品，请坐。夏冰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知道你很想回到 Beauty 来工作，我也对你非常欣赏，我也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员工。
我跟 Miss Deng 提起过你的，我对他做过深入的了解。在他帮木子做助理的时候，他非常有想法。没错，乔恩在我面前多次提起你，其实我对你的印象就很不错。欢迎你回来，做乔主编的助理。乔主编，那李主编呢？就在刚才，他辞职了。我怎样挽留，也无济于事。对李主编的离开，我们都非常遗憾。不过他自己好像也另有打算，应该很快吧。他要去做一个什么小杂志的执行主编。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事变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恐怕我没有办法回到 Beauty 了。我是李主编一手带出来的，要不是他，我到现在还是个浑浑噩噩的小前台。我想，我要先跟他聊一聊。乔恩看重你，但是我更需要你。回来吧，我会给你开出比以前更好的条件。对，你再考虑看看。在我没和木子聊过之前，我想我不能答应你们，对不起。你看看，我怎么就没有一个像夏冰这样一个福祸相依的伙伴呢？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谁跟谁还能福祸相依，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对他的诱惑还不够大罢了。夏冰，主编，生日快乐！这个蛋糕太漂亮了，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。我没有事先告诉你我想回去工作，是怕你会笑话我。之前你那样挽留我，我却坚持要走，现在却灰溜溜的回来了，对不起。你用不着跟我道歉，真的，你愿意再回到 Beauty， 说明那个地方还是很能留得住人心的。我已经拒绝他们的邀请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去了 Queen 啊。你要是觉得我还能做些什么的话，带我一起去吧。实话告诉你 ，Queen 那里什么样的状态，什么样的发展，我还真说不好。现在把你带过去，你的日子会相当难过的。有您主编在，我怕什么？小兵啊，你听着，交情是交情，工作是工作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了我，你回绝了Joanne，回到 Beauty， 其实我心里是蛮感动的。其实你回到 Beauty 是最好的选择，毕竟那里有你熟悉的工作环境，熟悉的同事，而且大老板 Miss Deng 对你留印象那么深刻。我也相信 Joanne 会极力挽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 Miss Deng 突然站了起来，极力的挽留我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我夏冰何德何能，他们要这么对我？其实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也只是个前台，最多是个主编助理。Miss Deng 是在帮Joanne拉拢人心哦。你想，我就这样离开了 Beauty，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事变动啊！现在你要回去，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挽留住你的。我只是没想到 Miss Deng 会这样亲自出手。没有主编您，就没有今天被邀请回去的我。主编，你了解我的性格的。只要我想好了，10个 Beauty 都留不下我。
我忙里忙外忙了10几年，没想到今年我的生日，就你来陪我过。我最付出心血的一件事和一个人 ，Beauty 和洛天，看来2个都要同时离开我啦。你说过的，你不会放弃和洛天的婚姻的。心里越是没底，越会把话说得满。我做了很多种的假设，我甚至都已经想好了，要是万一被我捉奸在床，我会怎么样对待，说些什么样的话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就能和一个女人这么没完没了的秉烛夜谈，这让我怎么办？老天爷就好像故意和你开一个玩笑，不管你准备的怎么样充分，他都可能随时让你连本带利的输个大精光。可你至少还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。我连跟谁打仗都不知道。我们今天为了这个吵，明天为了那个吵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不是输给了某个人或某个事情，而是输给了时间。我好想回到过去，回到过去我们恋爱的时候。可现在，除非有奇迹出现，否则真的很难再挽回了。我们看似走的是不同的路啊，结果都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转了一大圈，结果带着个小不点儿，完全又回到了原点。哎，愿天下所有女人都不会再为爱烦恼。愿天下所有女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queen。这 queen， 这 queen。这个 Rocky 在里面吗？在的，他爸爸妈妈都在。我先去下卫生间。是 Rocky 的妈妈，她怎么会是 Rocky 的妈妈？洛天就没有想过她这样会影响 Rocky 的成长吗？为什么爸爸和别的阿姨带他来早教中心？为什么别人还以为那个阿姨是他的妈妈？我就说为什么最近洛天他的心情这么好？我还以为是因为 Rocky， 还是因为 Joanne。我这么难过，不是为了洛天，是为了我们 Rocky。他还这么小，刚刚开始看世界，开始看到的却是这么不正常、这么扭曲的一面。洛天这么自私，他真
儿子。那现在就过去，让九安滚蛋。要是之前，我一定这么做，我早就冲进去了。可是现在不行，同样是为了 Rocky， 我不得不给洛天这个面子，我不能损害他们的父子关系。我希望在 Rocky 的世界里，爸爸妈妈永远是和睦的。你这样生活着不累吗？这样生活在一个戴面具的家庭里面，一样对孩子的成长有伤害啊。你会当着宝宝的面和你老公吵吗？尽量不吵，但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吵几句的。非要给一个理由的话，我就希望我们家满满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。我的办法肯定会是让自己很辛苦，但我相信我会处理得更好。走。啊。走。好像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了一个活动，我带了2个云南3区的小孩去旅行，连续7年哦。现在有一个是拿了 full scholarship 在 NYU， 另外一个是在香格里拉做环保工作。我们也不常联系，每年就见这么1次。可是你会感受到这旅行的真正 power。真想跟你一起去一次旅行，感受一下你的 power。我完全 OK 啊，不过不知道他妈妈 O 不 OK 呢？我幻想一下，不犯罪吧？其实我跟木子每年都会到国外去旅行1次的。你们那种怎么会算是旅行？充其量就是度假和旅游而已，就是找个度假村，吃吃 barbecue， 晒晒太阳，喝喝果汁而已，不是我说的那种旅行。真正的旅行，应该點講呢？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楚。不過只要你真正在旅行的時候，你就會 feel it。That is it， 是不是？我已经想了一套可以瓦解洛天和赵安关系的计划，这套计划不会影响到我和洛天的感情，也不会让我们吵架的。是啊，打感情牌吗？不是，我想我这个方法吧，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够想出来的，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是这样啊，明天洛天呢跟我说，他一早会出去到浦东跟一个客户吃 brunch， 他说的是客户哈。Rocky 还在睡呀？哎，还在睡。什么时候起来的？刚起不久。今天约的客人是几点钟啊9点半。约在哪儿啊？浦东。浦东啊，这么大老远，什么酒店这么有吸引力啊？一家新开的酒店啊。你今天不去公司啊？我今天当然得去公司了，我哪里有周末呀？我带 Rocky 去啊。辛苦你了啊！天下父母心啊。
话，请你先往浦东方向给我开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的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今天的 brunch 有没有一位骆先生或者乔小姐的定位啊？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？哦，骆先生有定位是吧？啊，2位的。哦，好好。啊，应该会准时吧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车做保养需车险。请稍等。所以我说啊，现在能够有10%的回报，那已经相当厉害了。是啊，总比放银行好嘛。那你聪明啊，那我还得有专人的帮忙指点呢。你有眼光。那么你是回家还是回公司？你哪顺路我就去哪儿。Anyway， 我都是一个人，公司与家有分别吗？这地下2层吧？对呀，这不写着 B2 吗？是地下2层啊。怎么了？不是我记得我车是停在这儿。不会吧？是在这儿。你再找找。没有啊。那要不要报警啊？车子在木子的名下，我得打个电话给他，让他报警啊。你好，由于您去年没有出险，所以今年续保有优惠。如果没有问题，请您确认签字。没问题。喂，你忙完啦？我？已经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我呀，我不在4S店给你的车做保养吗？你说你把车开到4S店去保养了？你昨天不是说雨刷器坏了吗？正好车要做保养。你还在那儿吗？啊，那我马上过来接你啊，10分钟，10分钟就到了。啊。哎，拜托，你到底是自己开车过来，还是你老婆送你过来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我开的，当然是我开的啊！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木子说他已经把车送到4S店去保养了。你说，不要这样子看我啊！我没有病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我开的。哎呀，好得人驚啊！我下次徒步的时候要讲鬼故事，我准讲你这一段。我发誓，真的是我开的。好了，你要等领木子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抱歉。没事啦，挺有意思的。
罚款可厉害了。我对车发誓，早上是我把它给开出来的。你看这个4S店的结算单哪儿来呀？早晨我把你和 Rocky 送到那儿之后，我直接去的4S店，你不记得了？啊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今天早晨呢，我就觉得你神神叨叨的，我以为你还没睡醒呢。我一路上开着车跟你说话，你都没理我。是吗？你最近怎么老是心神不宁的呀？哪有啊？你是不是带 Rocky 累了？还是你有什么事瞒我啊？啊？我有什么事瞒你啊？你还说梦话了啊？我说梦话？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自己说梦话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说的还挺大声的呢。我都说了什么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其实当时我都记着了，我还想着醒来全告诉你呢。现在真想不起来了。大概说了什么？什么大概哦？知道个大概，我都全部都记起来了嘛，就想不起来了。反正你说了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真有什么事情瞒我呀？哎呦，我哪有事儿瞒你呀？想也不敢。哎，你这个 brunch 好不好吃啊 ？brunch， 你刚吃完的那个 brunch 好吃的话，我以后带那个客户过来呀。可以。可以啊。还可以。那你的客户满意吗？你招待他好吗？挺好的。Rocky 醒了啊？什么？你没听见哭声啊？没有啊，睡着呢。耳背呢。明明听着在哭啊！做梦吧你？没听见？这么晚谁来了？嗯？我说这么晚，谁按门铃啊？什么门铃啊？没听见啊？说什么呢？你没听到啊？什么呀？门铃。没有啊，没听到啊。嘿，耳背还是我耳背？谁啊？谁？别开玩笑了！
我问了中医啦，人家说你啊，这是心焦肾虚的表现，喝点这种粥啊，很快就会缓回来的啊。趁热喝了。你明天还是跟我去一趟酒店。车子是你的，必须要你出示证件，酒店才肯给调看监控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事情呢？车子不已经找到了吗？你也没报警，人家怎么会随随便便给我们看这些监控呢？谁都要看，酒店不忙死吗？哎，我怎么想啊？我都觉得那车是我自个儿开去的，因为我记得我停车位置就在那儿，地下2层呢。哎，敲什么脑袋呀？啊，你就是心事多嘛，你整天猛擦擦的样子。真有心事啊？没有的，是不是前妻又来烦你了？不会啊，那洛洛没走，他不敢来找茬的。那还有什么事情呢？这工作上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呀，是吧？听说九安不也还给你找了2个新的客户？恋爱啦？有新目标啦？跟谁恋爱啊？要恋爱也跟你恋爱啊，下辈子也是你。真会说话啊！喝了它啊。哦，还有了，你那条内裤打算什么时候洗啊？你都泡在水里泡那么久。没有，我早上刷完牙之后我已经洗好，都晾上了。哪里呀？你自己再去看看，还泡着呢。问你个事儿。昨天晚上我们聊那个了吗？没有呀。真的？怎么不记得了？真的？哎呦！哎呀！快起床！哎，你好。哎，老夏，我跟你提个醒啊，人家是上海人，人家出来干活也是为了给儿子买房子。啊，昨天跟东家刚刚辞掉，你一会儿问话的时候，你不能怪怪的。啊，现在他被你一忽悠，就把东家给辞掉了。将来别人一忽悠他，他就把那个夏萍给辞掉了。你不废话吗？人家出多少钱，我出多少钱啊？人家出2500，我现在是出的4500。哎，你给了3000，他可以来的了。我哪有这么涨的？一涨到4500。废话嘛，关键的时刻最不值钱的那就是钱。真是，我不出这么高的价格，人家肯出来干吗？现在啊，最关键的是让我女儿早一天解放，砸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是啊，你这辈子是跟钱有仇是不是啊？啊，有多少花多少，这钱留的是烫手是不是啊？你留着钱干嘛？你进棺材的时候干嘛给自己加把火啊？你这……等会儿啊！这
上海人家正好要找你本地阿姨当保姆，你不想干这行吗？正适合你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到一份儿，我找到一份工作。找到工作哎，都有啥？一点也不假。哎，怪不得那天一直盯我们看，你长就一副色眯眯样子。这话不能乱说。是什么叫色眯眯的样子啊？啊，这是我老婆。哎。啊？老婆？哎，你个老头子，你说看谁是你老婆？我是你老婆？哎，你有毛病呢你！哎，赶紧走，你赶紧走啊！我有事情。哎，快点，你慢走！老婆，别动！哎，老婆，站住！这老头子，你想干嘛呢？人大姐都认不得你，你还死皮赖脸缠着人家？什么老婆？你老婆好还讲不讲的？那脑子有毛病啊！还干不干？哎，你看你长跟胖猪似的，人大姐长那么俊，你配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胡来，我立马报警，给你抓起来坐牢。老夏，那个他们没拿你怎么样吧？行，那个我去跟那个阿姨吃饭，你来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我跟你们说，真是不要急，不要气。这2点呢，就是万病的根源啊！我看你们普遍都是血瘀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长期寄人篱下，这憋出来的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2个方法。哎呦，夏妈妈，你这么客气，我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这顿饭吃完以后啊，咱们就算是亲姐妹了啊。哎，我把女儿还有外孙女都交代给你了。是的，人心换人心，我对你好，你就要对他们好。咱们年龄啊都差不多，我要叫你一声姐姐。你为了女儿，我为了儿子，我们都懂的。好，就是哟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得再加点菜，那个服务员拿菜单。够了。怎么，想下班吗？哦，Mr. 现在才3点。啊，没有。我听说你老公肯帮你带孩子了。他在家嘛，他做股票，方便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不是来跟你讨论你的家庭问题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明年 Beauty 和 Vivi 将要合并成为一本杂志，所以你和乔恩之间只有可能一个人留在新的杂志社担任主编。Joanne？ 是的。怎么？没怎么。怎么？我知道，一山不容二虎。现在你们终于有机会一比高低了。我希望能看到你们2个都拼得精疲力竭的时候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到底是谁更有潜力。夏冰啊，你帮我一个忙行吗？你现在能出来，到我楼下门口等我，啊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啊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是不是？哥，万一 Rocky 一哭，不就穿帮了？不会的 ，Rocky 不会哭的，他看见美女不会哭的。走吧，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Rocky 4点钟的课。他在哪个房间啊？啊，底楼。转右，正对的房间。好。
有约会啊？约什么约啊？约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回来找一份文件。什么文件啊？啊？昨天晚上打印的那个呀。要不我帮你找？不用了，找着了。打个电话回来给我，我给你送过去就好了。对。我怕你找不到嘛。OK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送你。啊。哎 ，Rocky 呢 ？Rocky 在楼下醒了，待会儿我带他去上课去。啊。好。今天几点钟下课啊？6点啊，回到家大概差不多快7点了。那等我回来吃饭哦。哦。配上这个更好看。拜拜。没传妈妈。Rocky， 我们出去喽。Rocky。看到 Rocky 在房间里面，你刚刚走的时候那个门有没有锁好啊？是不是有人进来把 Rocky 给抱走了？你告诉我那个摄像头那个操作要怎么样操作？哎呦，洛天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？Rocky 跟我在一起啊，我不是回来把 Rocky 给接走的吗？我送他去上课呀。Rocky 跟你在一块儿？不是你刚刚你回来拿东西，你走的时候明明是一个人啊！这两天怎么了呀，洛天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你说你休息的不好吗？那我说我来把孩子接走，让你在家好好的睡一睡嘛，啊？好，在你那就好，在你那就好。好。小艾，对，哎呦，还没出门。今天碰不了面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啊，没有，就出了点事儿，啊，现在好了，我今天不带 Rocky 去上课了，抱歉啊。抱歉。拜。我要是洛天，现在肯定已经被吓得半死了。这种办法，大概只有您想得出来了。其实这种办法也不是我的专利。Miss Deng 以前用过这样的方法赶走过他的竞争对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对洛天是不是好，但我对洛天还是有把握的。我相信他最终还是会明白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。他最终还会感激我的。其实夏冰啊，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，只要是不违法的，你怎么做都 OK。目的最重要，过程不重要。我看今天过后，洛天和九安的事情就要被你摆平了。希望吧。
其实这种事情啊，对付男人啊，要比对付女人容易得多。当男人觉得麻烦大于刺激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己主动退出。你知道吧？其实这2天我连Joanne的名字提都没提，我都已经觉得，其实洛天已经是有点害怕自己再主动退出了。换做你，是不是大哭大闹一场了哈？我肯定已经离婚了。那是你的年纪，女人到了我这把年纪啊，想法就不一样的啦。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对待婚姻的正确态度，只有一个，就是绝不离婚。否则只是轻者痛，仇者快。其实你围绕这4个字去想办法，一切都会像是沿途的风景一样，说过去就真的过去的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别说他们现在只是吃饭，夏冰，你相信吗？要是被我真的是捉奸在床，我估计我还是会坚持这4个字，绝不离婚。我是不能理解，你说这2个人都不爱了，那还在一起干嘛呀？哎呦，都有孩子了，还讲什么爱啊？可这跟孩子没关系啊。哎，每次登来找过我了，我和Joanne啊，还真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我们俩堪要合并，我们2人只能留一个做主编。啊，不会吧？主编，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，你一定告诉我。我妈帮我请了一个保姆，过几天就来上班了，我就有空了。谢谢你的好意啊。不过你现在一个家庭妇女，能帮我什么呀？你还是在家好好带孩子啊。到了那儿后，还缺什么东西的话，自己去买啊。我爸为什么没来接我？他还不知道我妈在医院吗？说好了不让他知道的事情，就一定不会让他知道了。那我走了以后，你还会不会照顾我妈妈？你妈她现在生病，需要人照顾啊。病好了之后，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放心吧。那帮我个忙，以后有时间你就去看看她好不好？就像现在这样。虽然你抢走了我爸爸，但是抛开这些来说，你还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。你笑什么？谢谢你啊，对我这么高的评价。大本来要去接你的，我你木子阿姨说，有一些你们女生之间私密性的话，她要先跟你说。笑什么？她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们会因为乔安而离婚吗？会不会离婚啊？不会因为乔安，而是日积月累的问题。你和2任妻子都发生同样的问题，你就没想过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我这么小都知道没有完美情人，你为什么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呢？哟，啊，你先别把话给岔开了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老爸，我祝你呀，真爱永在。拜拜。好，自己小心点啊。拜拜。谢谢你，帮我完成了一次任务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来跟你解释一下。那天就算你没有来，那我跟乔安，所以不用解释了。
真的不用给你说，真的不用解释给我听。你不用发挥你那个想象力，好吧？真的没事儿。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个特别重要的一部分，显然我是想错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俩谁离开谁，都可以过得挺好的，至少你离开我可以过得很开心、很潇洒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重要吗？我好像是你生命中、你生活中的一个附属品，是你任务栏上一条又一条的记录，我只是用来满足你一次又一次打勾勾的那种快感。是吗？不是吗？既然你真的是这么想，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吧。你真的就暂时分开一段日子，都各自好好想想吧。你帮我解除掉一切和洛天有关联的项目，各种缴费，还有那个保险啊。信用卡的还款啊，分期付款，总之一切和他有关系的，能解除的都解除掉。哎，你帮我在安源路附近找一套公寓吧，啊，小一点的，便宜一点的。妈妈不哭了，妈妈去上班了，下班回来就接你，好不好？妈妈不可能从早到晚都陪着你呀，对不对？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要学习自己待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有些人会一直陪着你，有些人会离开你，但离开很快就回来了，像妈妈一样，下班以后就来接买卖了，好不好？乖孩子，我们长大了，你看有那么多小朋友，还有玩具，还有老师，你看有那么多花花。你把它带进去吧，不行就拖进去。我走了。妈妈。芝麻糊啊，小心烫啊！这阿姨啊，还是你命好，还有老公天天开着电瓶车送你到我家来上班。要是我老公在呀，我也不会让我儿子媳妇操心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家隔壁的李阿姨也是一个人，老了，还要给女儿买房子。宝妈，你。李阿姨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你小心烫啊！喂，是浦江吗？哎，小姑娘，我想问问啊，你们现在均价大概是多少啊？哦，还不到3万啊！你要买房子啊？啊，真的？你也要买房子啊？没有，我不是现在就买，但是我得来看看，很便宜的。啊，好的，我会来看看的。啊，好。宝妈，我运气没你好，命也没你好。你看看你们家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们家阿宝结婚是有房子的，我家仙仙如果要结婚没房子怎么行啊？所以我要去给她看看，还不到3万，便宜。你快去吧。我们元宝说了，李阿姨一会儿就到了，快去吧。啊，好吧，哎，我把所有的插头都拔掉了啊，
水我也烧好了，你不能去动那个煤气，你就在这坐着，实在不行就睡会儿，不要乱动，千万不能开煤气的。我1个小时就回来啊，不许乱动。连陈阿姨都能买房子了，陈阿姨都买得起房子了。允许我介绍一下，孙小美，过去在 Beauty 的同事。前2天她刚辞职，希望来到 Queen 和大家一起工作。欢迎。我和孙小美之所以愿意放弃如日中天的 Beauty， 跟随主编来到 Queen， 那是因为曾经我们都深受主编的影响。我相信通过主编的创造力和执行力，一定会让 Queen 创造又一个奇迹。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许下个承诺，我们的 Queen 在育儿归的那一天，荣誉是属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我得先跟你们说好了，你们送上来每一期内容，允许有瑕疵，允许有偏执，甚至你们的观点幼稚，我都可以容忍，因为这些可以改啊，可以教的。唯一我不允许的是各种抄袭。之前你们都是这样做的吗？所以 Queen 才越做越差。但是这一季流行的东西全球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借鉴了一些国外的杂志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从这3本杂志里来的，而这3本杂志是我随便走到哪个街口的报刊亭都可以轻易买到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做的不是读者文摘，是时尚杂志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去跟随潮流，而要去引领潮流。Queen 是什么？在我心里 ，Queen 是自信，是强大，是做你自己，让别人去膜拜。说得好。今天晚上6点钟，我们都留下来加班啊，大家一起讨论，重新选下一期的内容。晚饭和夜宵我会请客，小美啊，你找点好吃的，晚上犒劳犒劳大家，也算是给你们俩的欢迎会。谢谢。好吧，工作。主编。哎，夏萍，坐。我们之间啊，还有一个最俗气，但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没谈，其实有点难以启齿。按理说，你拒绝了9万跑来这里帮我的忙，我实在是应该给你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offer。主编，我要是为了这个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里出现了。你相信我，给我6个月的时间，6个月之后 ，Queen 这里的一切各方面都会好过 Beauty。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拿得出手的 offer。6个月，会不会野心太大了？6个月才能报9万的一箭之仇，对我来说 too long 太长了。这个算是给你的一点点补偿。我的那个包，我一直把它收着，放在我身边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它还给你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。这个是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卖给你的，现在我还没还你钱呢，我怎么可以把东西先拿回来？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夏萍，你跑来这样帮我，现在以后你都愿意站在我的身边，这价值哪是一个包能换来的呀？你相信我，占便宜的是我。叔，俺到上海了，俺找工作的活子全靠你了。陆佳，我是你大姨，公孙村是中山医院的大夫，你在忙着找呢。爸，我们还好吧？我这边有点小问题，你要有空的话给我回个电话。嗨，我是Joanne，晚上有空吗？
最近是怎么了？这日子过得好像有点不太像你。怎么连手机都关机了？我只好打到你的工作室去了。木子把一些事情都会给我，让我自己去处理。我发现还真多呀，又是这个找，又是那个找，烦人。所以我就干脆我看他是等着你回去求他，继续做你的管家呗。那木子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处理，而且要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才可以。他以为我会焦头烂额，可是呢，在我看来，有些事情呢，他还有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，那就是不处理，事情也会过去。好，不错，也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干脆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出去玩玩，走一趟，散散心？哎呦，你这个提议让我眼睛为之一亮哦。How do you like Paris？ 巴黎。我们可以去一趟啊。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的机票都买好了，只要你 OK，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你这刚当上主编，你走得了吗？我又不是李木子，我可以放手的。我要不当这个主编，我相信大把人想坐上主编这个位置的。就是我们这么一走的话，也许就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哦。是啊，去展开另外一种生活，也未尝不是个好事啊。而且我知道，我们两个向往、喜欢的那种生活，不是都一样的？你知道我向往那种生活，但是，我知道，你不用急于现在就回复我呀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反正这机票上是有效期的，如果过了这个有效期，我自然就知道你给我是什么答案了 ，right？ 10天，我相信10天足够，就让你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夏冰啊，那现场你盯紧点啊。总之，咱们要的是 Queen 的风格，不是 Beauty 的。主编，你放心吧，这里都交给我。明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